各位朋友，大家好。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句话呢，大家一定觉得不会陌生。现在呢，这句话又演变成了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不管是哪一句，他们的出处都是一样的，他们都出自于西汉汉元帝时期西汉都护副都尉陈汤呈送给汉元帝的一封奏折中。原文是这样的：一悬头镐阶满底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里提到的镐阶呢，是当时长安的一条街的名字。这条街呢，居住的大部分都是胡人，胡人的使节也住在这条街上。按我们现在的理解，镐街就是使馆区。陈汤当时率领的是西汉以及西域的联军，奔袭万里孤军深入，击杀了匈奴的郅支单于。这也是汉朝与匈奴交锋史上唯一的一次在战场上击杀匈奴的单于。陈汤此举可以说是建立了不世之功。但是呢，很奇怪的是，在历史上，陈汤的名望远远比不上在他之前的卫青、霍去病，甚至比不上千里觅封侯的飞将军李广。人们大多都记住了这句话，但是呢，却都想不起陈汤是谁。就像我们现在有些娱乐圈中的人士经常慨叹的“歌红人不红”。而且不止如此，建立了不世功勋的陈汤，最后竟落得个罢官免职、发配边疆的结局。为此呢，有人为他抱不平，也有人觉得这是他应得的。而陈汤死后，又被王莽追封为了破虏侯。那么陈汤跟王莽又怎么扯上的关系呢？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位西汉的奇人陈汤。陈汤是一个纯纯粹粹的草根出身，家境贫寒。他本人呢又酷爱读书，也写得一手好文章。但读书是需要花钱的，所以呢，陈汤只能是勤工俭学。可是汉朝的时候哪有勤工俭学的机会呢？不过陈汤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方式，就是从事畜牧业。所谓的畜牧业呢，就是将村里的鸡呀、鸭呀、猪啊抓起来，然后杀了吃肉。时间一长，鸡呀、鸭呀、猪啊这些家禽家畜啊，都快被陈汤弄成了濒危物种了。据说呀，过了100年之后，村里的小孩已经不知道什么叫鸡鸭猪了。村里的老人呢，把鸡鸭猪啊都画成一个画册，然后呢教这些小孩子们，告诉他：你们看看，这就叫鸡，长得是这个样子；这个叫猪，长得是这个样子。这些动物呢，以前我们家里都有，但后来呢，气候变化，彗星撞地球，恐龙都灭绝了，但这些动物还都有。但是再后来，陈汤就来了，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了。这是跟大家开个玩笑，史书上并没有记载陈汤曾经偷过村里的鸡。不过呢，确实说他家贫乞贷无节，为周礼不称。意思呢，就是说他品行不端，在乡里呢名声也不好。在乡里混不下去了，陈汤就来到了长安。在长安这个地方，毕竟没有人知道他在家乡的坏名声，没有任何家族底蕴的陈汤来到长安这么一个人才济济的地方，想出头那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陈汤还是凭借着自己的才能，被任命为了一个小官，是叫长安县使丞。主要职责呢，就是管理各地进献给皇宫的食物。再后来，他的才能又引起了另外一个人的注意，他就是富平侯张伯。张伯是汉武帝时期的著名的酷吏张汤的后人。张伯非常赏识陈汤，就以举茂才的方式推荐陈汤做官。大家一定都知道举孝廉，这是汉朝时期选拔官员的一条途径。除了举孝廉之外，还有一个途径就是举茂才。二者呢还有一些不同，举孝廉主要针对的是那些还没有做官的知识分子，就是布衣，从他们当中选拔一些道德高尚的人进入官场。而举茂才的对象呢，大多是针对于在职的官员，通过这种方式委任他们担任一些更重要的位置。通过举孝廉被举荐的人呢，可能会先担任郎官，这是一个虚职，然后等待哪个地方有实缺再另行委任。
而通过举茂才，则很有可能被直接任命为县令一级的官员。所以举茂才实际上比举孝廉更有吸引力，更直接，难度自然也更大。西汉时期并不是叫举茂才，而是叫举秀才。后来到了东汉建国以后，为避讳光武帝刘秀的秀字而改成了举茂才。历史上的秀才二字最早的起源也就是来自于举秀才。陈汤得到了张伯的举荐，大好的前程也就展现在他眼前了。可偏偏在这时候，他的父亲去世了。按照西汉当时的制度，父母去世做儿子的要服丧3年，在这期间不得做官，不得婚娶。这就是丁忧好不容易得到的被举荐的机会。这时候如果去丁忧的话，那个位置可是不等人的。所以陈汤不甘心，所以他就干脆隐匿了自己父亲去世的消息。因为那时候毕竟资讯不发达，陈汤呢就怀着一种侥幸心理，希望这事儿无人知道，然后呢让他能够踏踏实实的做官。说起这丁忧啊，我的老毛病可能又要犯了，又忍不住要跑题，跟大家聊点别的。丁忧呢，这是儒家的道德规范，所以只有到了汉朝汉武帝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才成为了一种官方制定的制度，被严格的贯彻下来。在这之前是诸子百家各领风骚，所以呢，谁的思想也没有占统治地位。儒家思想也一样，自然丁忧也不是要求每个人都要遵守的。即使是儒家的内部人士，对丁忧3年这样的规定呢，也是有意义的。比如说，孔子有一个学生叫宰予，他就曾经在课堂上对孔子说丁忧3年是不是时间太长了？现在您老说礼崩乐坏，那么3年这么长的时间不修礼不习乐的话，那不更加的礼崩乐坏了吗？所以啊，我觉得1年足矣。当时孔子也没给他好脸，就责怪他说你真觉得1年就行吗？之所以是要服丧3年，是因为在你出生以后的头3年之内，你不能离开你的父母，你的父母要将你抱在怀里，一刻不能放松。所以你的父母去世以后，你应该同样的服丧3年。你这1年算是怎么回事儿？你说只服丧1年，那1年以后你是不是就可以心安理得的听音乐逛商场了？我估计当时宰予是这么想的，老师，如果你父母给你起一个这样的名字的话，你可能也不想为他们服丧3年吧。宰予字子我，也不知道他爸当年是怎么想的，给他起了一个这样一个活够了的名字，宰予，宰我。还怕人不知道予是我的意思，所以还特别起了一个字子我。宰予在孔子的学生中是很奇特的一位，他经常会问一些奇怪的问题。比如说，孔子说要多与仁义之士在一起，宰予在课堂上就问说，那老师，如果那个仁义之人掉井里了，我是不是也应该到井里去找他呀？您看这都什么学生啊？我的一些观众朋友呢，也经常在留言区中问一些奇怪的问题，在这里我就不点名了。没错，说的就是你。我在小本子上都记下来了。有一天呀，大白天的，孔子正在讲课呢，宰予呢在下面居然睡着了。这个在历史上被称作宰予昼寝。当时孔子非常的生气。孔子是一个非常珍惜时间的人，他曾经说过，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就是让大家要抓紧时间。没想到自己的学生竟然在自己的课堂上闷头大睡，孔子当时是非常的生气，所以就说了几句重话，说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污也。这就是朽木不可雕也这句话的出处。相较于朽木不可雕也这句话，它的后半句粪土之墙不可污也，污这里指的是涂饰粉刷的意思。
这后半句不管是在听觉上还是在嗅觉上，似乎都更有味道。孔子后来还说：“使物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物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语与改是。”意思呢，就是说以前我都是别人说什么我就信什么，但自宰予以后，我知道了应该听其言而观其行。真搞不清这师生二人到底是谁在教谁。孔子啊，还曾经拿他与孔子的另外一个学生澹台灭明，也就是子羽相比较。这里的澹台灭明可不是平宗侠影里的那位大侠澹台灭明。澹台灭明字子羽，起初孔子并不喜欢他，因为他长得实在是太难看了。别人长得都是好看，他长得是好认。这张脸长得是非常的惊险，基本上就跟案发现场似的。所以孔子呢，刚开始的时候并不是特别喜欢他，经常的冷落他。但后来孔子才了解到，澹台灭明到南方工作讲学，工作的时候他行步游径，就是说他走路从来都走大路，不走小道，这说明他行事光明磊落。他讲学也得到了几百人的拥护，在当时南方南昌一带名声非常的大。孔子听后觉得非常的欣慰，又感叹当年曾经慢待了他，就说了这样一句话，说我以貌取人，失于子羽；以言取人，失于宰予。这就是以貌取人，人不可貌相这句成语的出处。宰予虽然很另类，也不是很听话，但孔子因材施教，宰予他毕竟还是有自己特殊的才能的，他的口才非常的好，最后也成为了孔门十哲之一。丁忧又可以称作守孝或者是守制，是指在父母去世以后，儿子呢要为父母守孝3年，女儿是不需要丁忧的。如果儿子还健在的话，那么孙子也不用丁忧。丁忧期间呀，一般孝子都会在父母的坟前建一个草屋，自己呢就住在这里。在这期间，不能婚娶，不能娱乐，不能有房事。虽然说丁忧的时间并不是整整3年，而实际上是27个月，但这其中的滋味也是非常的难受的。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外看病27个月的感觉，在此期间是不能生育的。但如果说妻子在父母去世前已经怀孕的，那该怎么办呢？一般来说，如果说已经怀孕进入到了大月份，那么都可以将孩子生下来。如果只是小月份的话，那很多比较极端的儒家人士都会让妻子做流产，这些都是为了博取一个孝子的美名。这个名望非常的重要，有时候它就成了你的官场的敲门砖。像我们以前讲过的东汉时期王祥的卧冰求鲤，实际上就是这样的初衷，就是为了以孝名博取官位。在东汉末期的时候，还发生了一件事情，也是非常的有意思。当时呢，有一个儒生叫赵宣，他在父母去世以后没有封闭墓道，自己就住了下去，一住就是20年。很快，他的孝名就在乡里乡外传播开来。很多人也以我们这个地方出了如此的孝子为荣。后来当地新来了一位太守，叫陈蕃。陈蕃这个人在东汉末年也是一代名臣，大家熟悉的一史不扫，何以扫天下，就出自于他所说的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是一史乎。陈蕃知道自己的治下竟然出了这样的孝子，非常的高兴，他想将赵宣推举做官，就是举孝廉。不过无意中，陈蕃了解到赵藩有5个儿子，而且这5个儿子都不满20岁。如果说赵宣是在入墓道之前生的孩子的话，那么这些孩子应该都年过20了。所以很显然，这5个儿子都是在赵宣守孝期间生的。赵宣20年内如果一直在墓道的话，那么他这20年可真没闲着。这5个孩子自然也就是赵宣和他的妻子地下情的结晶。了解了真相以后，陈蕃自然没有推荐赵宣，而且还将其治了罪。
在中国古代，如果一个官员在孝行方面出了问题，那就是品行方面出了问题。这样的官员是没有什么政治前途的。但陈汤是个例外。陈汤在父亲去世以后隐匿不举，这件事情最终还是被人举报。当时的司隶校尉以无循刑的罪名将陈汤下了大狱。所谓无循刑，就是品行不端。但没想到的是，没过多久，陈汤就从监狱里出来了，而且又步入了官场。史书上没有记载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但由此也可见，在西汉时期，这时候是汉元帝时期，官场已经是日趋的腐败。像陈汤这样有劣迹的官员，放在以前的话，是不可能再得到启用的。重新进入官场的陈汤也意识到了，以自己的出身门第，如果在长安一直混下去的话，恐怕永生也无出头之日，所以他就一直想争取外放，他想去边塞做官。正好当时有一个机会，汉元帝想派使者出使西域，当时的正使已经确定为甘延寿，担任西域地区的最高军事长官、西域都护。经过多方努力，陈汤也如愿做了甘延寿的副手、西域都护副都尉。当时呢是差不多公元前35年前后，匈奴这时候呢正处在一个他们的分裂时期，就是我们以前讲过的五单于争霸时期。呼韩邪单于的大哥郅支单于因为没有得到汉朝的支持，最后他一怒之下杀了汉朝的使者古籍，自己带着人马远遁到了康居国。当时的康居国国王很想做一个地方霸主，所以呢，他就很想借助郅支单于的军事力量和他的威名。于是二人联手，康居国国王还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郅支。郅支单于在西域呢，就开始四处的挑事儿，挑起战火，西域地区也就无法再恢复到以前的平静状态。西域的很多小国呢，对郅支是又恨又怕。但是呢，毕竟是一盘散沙，又没人牵头，所以只能任由郅支单于肆虐。这些情况都被陈汤敏锐地感觉到了，于是他就向甘延寿建议说：现在趁着西域局势不稳，咱们不如组织一次远征，联合西域其他国家的部队征讨郅支单于。甘延寿作为一个纯粹的武将，也觉得陈汤的建议非常的合理。不过呢，兹事体大，他想向皇帝禀明以后再行处置。但陈汤等不及了。陈汤对甘延寿说如果这事儿禀告圣上的话，那么再由朝堂那些大臣们商讨，估计这件事情就没有结果了。即使有了结果，最佳的时机也会错过了。咱们应该先斩后奏。甘延寿坚决不同意陈汤这样做，这件事情呢就暂时放下了。但很快，不巧的是，甘延寿突然病重，西域的大权就落在了陈汤的手里。于是陈汤矫诏说，皇帝下诏命令西域各国联合讨伐郅支单于。就这样，他以西域都护的名义召集了四方的军队，组成了一支联军，踏上了讨伐郅支单于的路途。甘延寿病好以后，发现大军已经集结，即将开拔。这时候他想阻止，但此时的陈汤已经翻了脸。当时陈汤是按剑而立，对甘延寿斥责道：说大军已集结完毕，你小子是要阻止我们吗？无奈之下，甘延寿只好屈从了陈汤的意思，随大军一起西征。甘延寿与陈汤一边行军，一边给皇帝写了奏章，禀明了自己矫诏的全过程。那么就是因为陈汤按剑而立，甘延寿就害怕了吗？刚才我们讲了，甘延寿是一个纯纯粹粹的武将，而且是力大无穷，又久经沙场。陈汤不过是一个文人，偷鸡可能可以，但如果真的动手的话，甘延寿一定不会怕他，即使他手里有剑。那为什么甘延寿会顺从于陈汤的意志呢？我想这可能是甘延寿在权衡利弊以后做出的决定，毕竟他才是西域的最高行政长官，所有的责任最终都要他来背。陈汤矫诏调集的不光是汉朝的军马，
而且很多都是西域各国的联军。这些人如果知道了西域都护内高层不和，诏书又是伪造的话，那么汉朝的威望、西域都护的信用将荡然无存。而由此进一步，如果造成了西域地区的动乱的话，那甘延寿责无旁贷，板子最终还要打在他的身上。所以权衡再三，甘延寿决定与陈汤一起赌一把。毕竟他内心里还是认定陈汤的主意是不错的，这件事情或许真的能成。如果成了的话，那一切都有转机。就这样，甘延寿与陈汤一起踏上了西去的征途。郅支单于怎么也没有想到，汉朝的大军这么快就杀到了他的城下。说起来啊，这个郅支单于也真是活够了。他的父亲不应该管他叫郅支，应该给他起名叫宰予，或者叫宰我。匈奴人是游牧部落，骑在马背上的民族，他们的优势在于运动战。可这位郅支单于好死不死的，非要给自己修一座城，叫单于城，又叫郅支城。这哪是修城啊，简直就是修坟。郅支单于最后也如愿的死在了自己修的这个坟墓里。汉军围住了郅支城，就开始攻打。说到守城，匈奴人可真的没有什么经验，器械方面与汉军又相差甚远。在那时候，一个汉军的战斗力相当于5个胡人，所谓一汉敌5胡。郅支单于很快就守不住了，不过他手里还有一张王牌没出，就是他还有10几个老婆，这些老婆都非同凡响，据说是入得厅堂，上得城墙。郅支单于就让他的老婆们登上城墙向外放箭。作为这支娘子军的领导者，郅支单于也荣幸地改名为洪长卿。很明显，汉朝的将士们并没有给娘子军任何面子。很快，郅支城被攻破，郅支单于的脑袋也被割了下来。顺便说一下，郅支城是位于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地区。后来江布尔地区改名，到了唐朝以后，它有了一个更加令人熟悉的名字，叫达罗斯。在这里，唐帝国与阿拉伯帝国爆发了第一次大战。仗虽然打完了，单于的头也砍下来了，但陈汤和甘延寿的心仍然是忐忑不安。毕竟他们是矫诏出兵，这在当时绝对是死罪。所以陈汤与甘延寿就联手写了一封奏折，详述了他们矫诏出兵的经过和最后的战果。也就是在这份奏章中，陈汤用他的生花妙笔写下了令后世的很多中国人血脉奋张的一句话：犯我强悍者，虽远必诛。对陈汤和甘延寿2人的行为是奖还是罚，这一点呢，在朝中争议很大。当时朝中的中书令石显认为他们矫诏出兵应该罚。石显和甘延寿是有私怨的。当年石显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甘延寿，但是被甘延寿一口回绝了。回绝的原因恐怕是甘延寿觉得石显是个宦官，他觉得自己娶一个宦官的姐姐实在是丢不起这个人。没错，石显确实是一个宦官，在那个时候中书令是由宦官担任的，到后来中书令才相当于宰相一职。另外一个表示反对的是在年轻时期曾经凿壁偷光的那位匡衡，这时候他已经是位极人臣，不用再偷光了。他对于同样是草根出身的陈汤是100个不屑。这也不能完全怪匡衡，陈汤确实有很多毛病。除了矫诏出兵以外，在攻下了胭脂城以后，缴获了大量的财物，陈汤将其中的一部分中饱私囊。当时就有官员弹劾他，陈汤为此辩解说：难道你们是想替胭脂单于报仇吗？汉元帝刘氏的本意是想奖赏陈甘2人的，毕竟2人建立的功劳太大了。他们这次的胜利使西域各国重新归入了汉朝的大旗之下。2年以后，呼韩邪单于就再次进京面圣，恳求汉元帝赐婚，他要做汉人的女婿。呼韩邪单于这次全力的靠近汉朝，不能不说与他的大哥郅支单于被杀也有着一定的关系。他大哥的死让他更加下定决心，一定要与汉朝修好。
最后还是匡衡和石显的政敌，当时朝中的宗正刘向，就是那位《战国策》的编纂者，他向汉元帝进言，认为应该奖赏陈干二人。后来汉元帝下决心奖赏陈干二人，不过奖赏的幅度打了一点折扣，本来二人都可以被封为列侯，最后只是封了甘延寿为列侯，而只封陈汤为关内侯。汉朝时期还是实行秦朝的20军功制，列侯是第20级，是最高级，而关内侯是第19级。关内侯只有实邑，但没有实际的封地，所以所谓的侯不过是一个名誉而已。大家看《星河灿烂》中女主的父亲就是被封为关内侯。列侯中还要分亭侯和县侯，比如说关羽被曹操封的汉寿亭侯就很小，而卫青的长平侯和霍去病的冠军侯都是县侯，也是侯爵中的最高级别。再后来，汉元帝驾崩，汉成帝刘骜继位，匡衡再次旧事重提，又将陈汤参了一本，还是说他以往贪污的事情。这次呢，又加了几个新的贪污事件。在钱财方面，陈汤的手脚确实不是很干净，所以很容易让政敌抓住把柄。汉元帝可没有他老爸那么喜欢陈汤，于是陈汤就被治了罪，削去了官职，只保留爵位。丢了官的陈汤在作死的路上继续前进。这次呢，他想玩一把大的。他信誓旦旦地举报说，乌苏国送来的质子就是他们国家的太子，是假的，真人还在乌苏国。汉成帝得知以后，马上派人详查，很快就得出了结论，这个被送来的质子如假包换，就是人家的太子。这一下，陈汤可算是惹了祸了。那么陈汤为什么要这么举报呢？这对于他来说又有什么好处呢？他的想法是，当皇帝知道这个质子是假的时候，一定会勃然大怒，很可能会发动一场对乌苏的战争。而熟悉西域地区的人非陈汤莫属，那么他就很有可能会被重新启用。他或许之前以为这个质子是不是真的太子，这事儿呢不太容易查实，又有他这个有力的人证能够让皇帝相信，但没想到皇帝还真的把这件事情查实了。这时候的汉成帝自然会勃然大怒，因为陈汤为了一己之私，很可能会挑动两国再次开战，将万千的将士和百姓陷于战火之中。所以汉成帝毫不犹豫地判了陈汤死刑。后来多亏了朝中一个重量级的大臣进言，说陈汤当年功劳很大，应当免于死罪，陈汤才得以活命，但仍然被剥夺了爵位。陈汤又回到了以前的布衣之身。这位大夫之所以为陈汤求情也很简单，因为这位大夫是当年被郅支单于杀死的那个汉朝使者古籍的儿子。陈汤杀死了郅支单于，为他的父亲报了仇，他对于陈汤自然是感激涕零。过了2-3年以后，陈汤的机会又来了。这时候在朝中掌权的已经是以王政君为首的王室外戚家族。这时候的大司马大将军就是王莽的叔父王凤。有一天，王凤接到了边关的告急文书，说西域都护府被乌孙国围上了，请朝廷马上派兵救援。当时王凤和一干大臣商量该不该出兵，大家是议论纷纷，也得不出一个准主意。最后王凤想到了熟悉西域事务的陈汤，就让人把陈汤找来。陈汤见了王凤就说，这件事情你根本就不用着急，乌孙国的军力很差，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自行退兵。咱们收到这份军报已经过去了4天时间，如果不出意料的话，现在西域都护府已经安全了，乌孙人肯定已经撤走了。果不其然，很快就收到了另外一封战报，乌孙人已经撤离了。陈汤由此又赢得了王氏家族的信任，特别是王凤对他信任有加，陈汤也就成了王凤的幕僚，大大小小很多事儿，王凤都找陈汤商量。陈汤在王凤心目中的地位越来越高，而他自己的钱包自然也就越来越鼓。陈汤还向王凤推荐了很多人当官，其中对陈汤日后最有价值的一次举荐，就是向王凤建议给刚刚在官场中崛起的王莽
封侯。王凤最终是采纳了陈汤的建议，封王莽为新都侯。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王莽执政以后，追封已经过世的陈汤为破虏侯的原因。这是要感激当年陈汤对他的举荐之功。重新在官场中崛起的陈汤仍然是不忘初心，继续是大肆敛财。这次他又与当时的大将作，相当于现在的建设部部长谢万里相互勾结，两个人利用皇帝迁陵的事情是上下其手，大发其财。事后又散布谣言，这些事情最后都被当时的汉成帝抓了个正着。而一向为陈汤撑腰的王凤，这时候已经病故，继任的是王氏家族的另一位代表人物王商。王商一点也不喜欢陈汤，于是陈汤的罪名被坐实，他自己被削去一切官职，发配边疆。后来经人说情，回到了长安，但不久以后就在长安病逝。关于如何评价陈汤，这历来是一个争议性很大的问题。说陈汤是爱国将领、民族英雄，这点呢似乎是有点言过于实。在精神层面上，他与西汉时期的霍去病、卫青无法相比。汉武帝曾经赐给霍去病豪宅田园，但霍去病却说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这一点就和无钱不贪的陈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陈汤更像是一个赌徒，为了一己私利能够拼尽一切的赌徒，但他又是一个有能力的赌徒，而且还是一个对汉民族立下了大功的赌徒。所以对他的评价有时候呢，就要看我们更看重他的私德，还是更看重他的功绩。而这一点也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在动乱的时候，我们呼唤战士，这时候可能就不会过多考虑他的私德如何，而在和平时期，战士的品行就变得更加重要。所以对一些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会成为一个时代的风向标。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一个时代对一个历史上褒贬不一的人物做出了一边倒的评价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小心了。我们要仔细地看一看，在这个历史人物的身后，那些被聚光灯照不到的地方，然后再认真地想一想，这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赞订阅。这里是风下杂谈 Frank 家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最后，祝各位中秋快乐。